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徐同学的桌游时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游戏呢，叫做黄金城，就是这个 Eldorado。这个游戏呢和之前介绍的那个 Kahuba 有些许的类似，因为它的概念呢也是到南美去探险。然后可能有一些同学已经听说过这个黄金城，因为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秘密传说一样。然后在玛雅文明里，然后之前他们有这么一个国家是完全由黄金来建造的，很多探险家呢和考古学家也有去到南美洲来找这个黄金城。那么至今呢也有一些黄金的一些装饰啦，或者是器皿啦被挖掘出来，但是整个一座黄金的城呢，到今天还是没有被发现。那么这个游戏呢，也就是说你要通过千山万水找到这座黄金城，和之前的那个卡古巴有点类似哈。之前的卡古巴也是要自己挖掘这个途径，走过途径，然后找到你的宝藏。那么这儿呢，就是要经过千山万水，然后看谁能先找到黄金城那么这个 Eldorado 黄金城的游戏怎么玩呢？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吧。好了，那么这个游戏的这个准备工作呢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相对于之前的那个卡古巴呢是要复杂很多哈，复杂一些。然后呢，它有很多的组成部分，大家不要紧张。其实这个游戏呢也是很容易入手的。然后乐趣的话呢，我本人觉得是比那个卡古巴要高很多，因为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相对复杂一点的游戏吧。那么首先呢，这个游戏是适合2至4个玩家一起来玩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4个小人哈，就是分别对应就是每个玩家的这么一个代表的小人。那么如果是2个玩家的话呢，它的每个颜色的小人呢，其实也准备了2个。那如果你有2个玩家的话，你就可以一个人掌握2个小人，也就是4个位置。如果是3个玩家，那么就空缺1个就好了，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呢，1号就是第一个起始的玩家呢，他是站在1号这儿，然后以此类推1、2、3、4，那么按照这个顺序来，大家开始来玩。那么起始的玩家呢，有这么一个帽子哈，有点像那个Indiana Jones 的帽子，因为他也是一个这种冒险家。那么也就是说你是这个领队。那么这个帽子有什么用呢？就是说明你是第一起始玩家。大家可以看到，这要经历千山万水，最后我们才能到达这个所谓的黄金城。那么如果你是第一个玩家，也是第一个到达的，并不说明你就赢了，因为你是第一个开始的。那么这个帽子呢，就只是做一个标记了。其实很多这些游戏里面都有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比较怎么说fancy 比较特别一点的标志，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用。比如说这个帽子哈，它就是让你做个标记，就是说你是第一个到的，但是可惜你是第一个开始的，也不能证明你就赢了。如果有玩家和你同一轮到达的话呢，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方式，再来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哈。那么这个游戏就像我说的，很容易理解，你要经过这么多的路，然后看谁先到达黄金城。那么其实这样放下来这么一个卡以后呢，并不是完全的就准备完成了。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些这种像河一样的这种怎么说障碍物哈。它在每一个第2块、第3块、下一块的前面交接的地方呢，都有这么一个障碍物。那么这个障碍物呢，它的这个玩的盒子里给了你5个哈，一般你只需要4个，也就是说它的背面呢都是一样，都是这种灰白色的。那它的正面呢会有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你要用背面的时候来选，随机的抽取4个中的5个，然后随机的放在这几块这个图板上。然后呢，当你都放好了之后，然后再来公布，那么这4个图是什么？这4个多余的障碍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
然后除此之外呢，每一个玩家在最初的时候呢，都会得到这么8张的卡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卡片集市哈，卡片市场，也就是说你可以来买或者可以来拿的卡片。那么最初起始状态，大家都不是无本做生意哈，这不是无本经营，你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你走过去。你要起始的这个成本呢，就是这8张卡片。说到卡片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除了你手上的8张卡片以外呢，这里有总共18种不同的卡片，每一种卡片呢都会有3张，而且只有3张哈，就没有了。它最开始呢有这么一条，这个黄色这一条上面有一个一个圆。然后每一个这种6种起始的卡片上也有这么一个小圆点，告诉你这么6种卡片就是起始卡片，就放在这一条上。那放在这一条上说明什么呢？当这一条上已经满的时候，你永远只能买或者拿到这么6种卡片。那么其他的这些在这个条的外面的卡片你是不能买到的，或者是不能以正常的手段买到。有一些卡片可以帮你拿到这个，但是正常情况下你不能拿到其他的12张卡片。那要当这么3张卡片其中任何一种卡片已经光了以后，已经买光了或者被拿光了以后呢，那么下面一个玩家他可以有空位子的时候，他可以随机拿到这上面的12种的任何一种。如果你能买得起的话，那你拿一张卡片走，是把剩下的2张卡片放到这个位置，那么下一个玩家呢也能有这个权利去买这么一个新来的这个种类的卡片。不然的话，这个卡片当它在这个条状外面的外围的时候呢，它就是买不到的，就没有办法能够买到，能拿到卡。那么这个地图呢，大家看到我这里摆了这么1、2、3、4、5哈，它是有这么每个卡都是这样子一个形状的，它这有边缘，有点像拼图一样的，然后把它一个个拼起来。当然你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拼，它会给你一个说明哈，它这个说明上会有，我这里给大家展示呢，就是最基本款的这种一个图。当然它这边呢有一些升级版哈，它给了你一些建议。当然这个游戏也可以自由发挥，我们也玩过2次，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个路走起来有点无聊，可能是要不然就是大片的绿色、大片的蓝色之类的，就好像少了一些挑战性或者是趣味性。那么它这种给你的建议呢，会相对有一些考究，所以我们后来就一直按照它给的这个建议来摆放图。那么它也有一些就是简单的、中等的和最难的哈，就给你一些建议。然后呢，我这里就像我说的，我展示的是最基本款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图上面呢，大部分需要经过的路呢，就是这么3个颜色，和你起始的这8张卡是一样的。一个呢就是这种黄色哈，它这个地图上也有黄色，它的卡也是黄色的。然后呢，一个就是绿色，就是这样子的卡，它这里也是绿色，可以把黄色的想象成这种沙漠呀，什么寸草不生的地方。绿色的呢，就是这么丛林啊 jungle 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蓝色的，很简单，上面有个角，那么就是河流啊，海水之类的意思哈。那么你要经过这些地方呢，才能走过去。那除了这3种颜色的卡片相对应的这个地图上的颜色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也可能看到哈，就是有一些灰色的。灰色的地方呢，就是说你需要放弃一些卡片。那么黑色的呢，就是一些山洞啊，然后废墟啊，那个是你不能经过的地方，你要绕道而行，你不能踩到那个地方去。然后还有一些红色的点，红色的点是你需要永久的丢掉一些卡片，永久的丢掉和放弃手上的卡片是不一样的。那么下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怎么不一样哈。那当每一个玩家都有了这么8张卡片的时候呢，然后你就需要，因为它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
黄金城的图，就有点像扑克牌一样，就需要洗个牌哈。然后它给了每一个玩家这么一条这种说明一样的和这么一条，这个有点类似哈，这一条呢，它上面也简单的写了一下这个游戏的流程和一些基本的游戏信息，然后这样你就不会忘记，特别是新手玩家比较适用，我觉得这个很有用，特别是之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复杂的游戏，有时候真的很需要这么一个流程说明，特别是这儿只有2步，可能2、3步可能好简单一点，有一些游戏它一轮下来，每一个玩家都有7、8个流程，有时候真的会很难记得1、2、3先走哪一步，下面一步是什么哈。这么有一些游戏就会给一个这样的说明条，就会对游戏玩起来很有帮助，也会相对简单一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游戏条的左边和右边呢有这么半张卡的这么一个图，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那左边呢，它这个图就是半个这种黄金城的这个图，正好跟它相对应哈，完全相对应。然后呢，右边呢就是打开的卡。那么你洗好了你的卡片之后呢，我这儿用红色的这个玩家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其他的都是一样的，每个玩家。那洗好卡片呢，我就背对着放在这上面，就像它这个展示的一样，是背面的。然后呢，我抽4张卡。那么这个游戏就是说呢，你每次不管你这边的卡会越来越多，因为你会买卡，但是你永远手上就是4张卡。然后4张卡以后呢，你会有一些这样的像比如说我抽了2张绿色的，2张黄色的。那么除了可以走路以外呢，黄色的卡还有一个特别的用处，就是它可以相当于金钱，除了可以走这个沙漠以外，它也是个金钱，有点像食物什么之类的意思。然后你可以买这些剩下的市场里的卡。那么市场里的卡呢，打个比方，这个绿色的卡哈，它这上面是绿上写的2，下面这儿呢有一个这种黄色的这个卡的标志，然后写了1，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个黄色的卡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色卡也想象于钱来买到这张卡。那么这张卡呢，就可以让你在绿色的这个上面，相当于2把绿色的刀，可以帮助你前进哈。那以此类推，其他的卡每张卡，大家看紫色的卡也是一样的，它下面有这么一个5个钱，也就是说5个钱才能买到这个卡，这个是最贵的卡，就是5个钱了。那么除了这个黄色的卡可以一个卡这儿就可以当1个钱，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黄色的卡，你需要5个钱来买它，但是呢，它可以充当4个钱。它可以重复的使用，充当4个钱。那你有黄色的卡几个？黄色的上面这是显示的几呢？就是几个钱。那其他的卡呢？比如说绿色的呀、紫色的呀、蓝色的呀，这些卡可不可以当钱用呢？也可以当钱用。那么每一个除开黄色卡颜色的卡都可以当半个钱用。那比如说这就是1个半钱，但是1个半钱你买不到东西，但是这样你就可以当2个钱哈，2张绿色的卡相当于1个黄色的卡来1个钱，这样就是2个钱就可以买其他的卡了。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如果我不买，或者是我先要来走，我来怎么走呢？那么1个绿色的卡呢，这上面有1把刀，也就是说你在丛林里面走的时候，需要用这个砍刀开路哈。那么1把刀就是能行走的这个能力，就是1把刀。那么这个卡片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基础款的话，它前面第1张上就都是1把刀或者是1个奖这样子，就可以。如果我就是用1个刀的这个绿色卡片，我就可以走1步。那么2个呢，就是走1、2就停在这儿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地图上，特别是到了后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后面这里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3个刀啦，3个奖啦。那这是怎么算呢？这你就不能说比如说我用3个这种绿色的卡片，我可以走到这3个奖上面，3个刀上面吗？不行，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卡，
这写的是3个刀，3个绿色的。那么这么一个卡呢，你才能走到这上面，或者是比这个3个更高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手上的这个卡片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数字一定要多过于你这个地图上面的，你不能把你手上卡片的这个数字累加起来走。但是你的卡片，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卡片可以走6个绿色的6把镰刀，那这样我可以用这个这一张卡呢走1、2、3、4、5、6，那么6个这种镰刀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有2张这个1把镰刀的呢，是不能从1步走到这个2把镰刀这上面。虽然它加起来也是2把镰刀，但是这个是不允许的，只能用另外一个方向来走是可以的哈。然后呢，你走到这一些地方以后呢，用这些卡，比如说我刚才拿这些卡好，然后我用过了以后，比如说花这2个钱，然后买了一个什么东西，买了一个卡，然后呢剩下的我走了多少步哈，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边上，包括你新买的卡都把它摊开来放在右边，然后呢下一位选手玩，然后以此类推，轮到你之后呢，你再抽4张卡，再是你的这一轮，然后再继续先走，然后再买，然后买的和剩下的卡呢都放在这儿，然后当你左边这个背面的卡还没有打开的卡已经空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右边的这一摞卡，然后洗牌，然后再放到这边，然后这样反复的循环的使用哈，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但是呢，有一些卡片呢，它是不能循环使用的。比如说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卡，你可以看到这个卡片，那它上面呢会有这么2个叉，这就是说这个卡只能用一次。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卡以后，当你抽到了，然后你用一次，你就要把这个卡丢掉，它就不能再回到循环的使用，回到你的这个背面到这一摞的卡里面，然后下一次再用，就只能用一次，就必须丢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盒又有什么用呢？这个盒呢，就是我开始说的，它是增加难度的。也就是说，当你跨过这个盒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站在这个盒的前面1步了，但我要从这个绿色的镰刀到下个绿色的镰刀，我必须要放弃掉2张卡片。大家看，这个是灰色的这么一个哈，就是放弃卡片。开始我说的放弃卡片和丢掉卡片是不一样的。那丢掉卡片就是说这个卡片已经离开这个游戏了，它不能再循环到你的这一摞牌里面了。那放弃卡片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新抽了4张牌，我要走到这一步，那首先我走到这一步，当然需要一个绿色的镰刀，然后这里写的是放弃2张卡片，也就是说我需要给1张绿色的镰刀，然后把这2张任何牌也打出来，然后就说明你放弃到这2张卡片了，这2张卡片没有起到它真正的用途。比如说这是2张黄色，它是2个钱，或者可以走2个黄色这个路你都没有用，只能是放弃这2张卡片，然后可以放在这个open 的这一摞，打开的这一摞，然后就可以了，走到这儿。然后这个盒呢，并不是它就一直保持在这儿的，是第一个跨过这条河的玩家呢，就能够把这个盒放在你的自己这儿，这就是一个你的战利品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说到开始，其实我说的这个帽子的用途，也就是如果在同一轮大家到了，比如说这个红色的先到，因为他是第一个走的第一个玩家，那么这个白色的在同一轮接下来马上也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谁有更多的盒谁就赢了。那么这个盒就是这么一个用处。当然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猛冲往前面冲到最后你卡在这儿了，然后你有4个盒你都拿到了，但是你的对手还是比你先一步到达，你又是第一个玩家，那就没办法了，你有4条盒也救不了你，你也没有用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在我的身上，比如说然后呢，这些卡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会有一些不同的类型哈，有些绿色的它会更高，就是让你帮助之后的走的路，然后这个黄色的卡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高级的卡片，比如说这种，它就有点像那个王牌的意思哈，它就是说这个它反正是2，它可以做任何一种东西，就是当你那一轮需要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做。紫色的卡片呢会相对的复杂一些，它会让你有一些，比如说能多抽一些卡呀，或者是说可以随意的走到哪一个地方，它不需要有这种限制啦之类的，它会有一些更强的这种技巧在里面，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规则了哈，就其实就像我说的，看起来它好像很大一个场面，但是其实它的规则也还是蛮简单的，它的说明书也只有2页哈，不像有的游戏需要20多页的说明书，那真的是很崩溃。这个就还是很简单，它只是需要准备的东西好像看起来相对多一点。那么这个游戏呢，游戏时长呢也会相对长一点，因为你需要走这么远的距离才能到达这儿。那么这个游戏呢，它其实已经出了一个就是拓展的一个盒，它会有更多的细节，可以让这个游戏更进一步的复杂化、复杂性，然后可玩性更提高。那么就像我说的，它会给你一些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原本游戏盒子里，它会给你一些其他的这个版图的建议，会提高难度。那么它还有一些拓展呢，它就是在原版游戏里呢，就是玩过几次以后，你已经熟悉了这个规矩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怎么说来探索这个山洞。可以看到这些黑色的呢，就是山洞，就是我开始说的这个呢，你是不能够走上去的，你是不能够走到这一块地方的。然后这些黑色的山洞呢，有一些是可以进去探索，有些是不能进。它的区别呢，就是它会在这个可探索的山洞呢，它有一个小的这种光亮哈，小红点可以让你进去，它会给你一些多余的这种卡片，每一个这种小红点的山洞的上面呢可以放4张这种小卡片。那么当你走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1张小卡片。这个小卡片呢，就是一些能够让你给你一些怎么说优势的一些卡片，然后它的用途呢只是1次哈，就类似于这些卡片，但是你只能用1次，就是给你一些助攻了。但是当然你也需要有时候要绕一下路，走到这个山洞边去拿到这个助攻的卡片，就看你自己觉得值不值得了。那么这个游戏呢，今天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欢迎给我留言。然后也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你们想看的游戏或者想了解的游戏，我能介绍给大家。那么下次再见了，拜拜。